闺蜜突然打电话告诉我，说我公公正搂着个年轻女人在外面亲热。你说我爸在外面搂着个女人吃饭？不想这番话被婆婆听去，误以为是我爸在外面养三，她立刻将这件事情传给周围的亲朋好友。我气急败坏地找婆婆对峙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你爸自己是个不要脸，养出你这种女儿，还有脸来质问我，真是天大的笑话。老公非但不帮我，还当场提出要跟我离婚。绝望和愤怒让我失控地冲上去跟婆婆扭打在一起。分散间，婆婆抄起家伙一招把我送了天。再睁眼，我重回到电话响起的那一刻。我好像看到你公公搂着个女人在明珠路那家西餐厅，对吗？穿着红裙子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怎么知道？上一世我听到闺蜜的话后，立刻让她给我发定位。很快我到了现场，再次亲眼看到了公公搂着婆婆的闺蜜亲热。这一次我很冷静地拍下照片。这件事情我还没想好怎么处理，你先不要声张。上一世闺蜜在我被婆婆害死后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，这一世我不会再让她受到任何牵连。我刚回到家，婆婆就热情地迎上来。小云，你爸妈最近感情还好吧？你说你妈也是的，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有什么用？自家老爷们还是看不住啊。妈，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不是我说，你爸他都多大年纪了，还在外面养女人。果然，这一世他还是以为出轨的人是我爸。妈，这话不能乱说。我乱说什么？你别想瞒我了，我都听到了。你刚才说看到你爸搂着个女人在外面吃饭，不是养三是什么？妈，没有证据的话别乱说。可婆婆依旧坚持自己没听错，还骂我死不承认，骂我妈没用。我瞬间火冒三丈，站起来跟她理论。莹莹，你跟我妈急什么？是你爸不检点，关我妈什么事？婆婆一见儿子撑腰，底气更足了，满嘴唾沫星子几乎喷到我脸上。听见没有？我儿子都看得明明白白，你还有脸在这儿嚷嚷？真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。你爸是个管不住裤腰带的老流氓，养出的女儿也是个不下蛋的，白白耽误我儿子3年。当初要不是你死皮赖脸缠着陆晨，我怎么会让你这种破落户进门？真是晦气！我转头看向从未站在我这边的丈夫，心坠入谷底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离婚吧。我冷着脸说完这句话，转身进了房间。门外响起一阵激烈的谩骂声，可我全当听不见，不予理会。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提前回了趟家。推开门，看到爸妈正坐在沙发上，一个看报纸，一个剥橘子。上一世我死后，我爸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和害死女儿的恶名，最终选择跳海自嘎。我妈承受不住接连打击，不久也郁郁而终。看着他们鲜活地站在我面前，巨大的酸楚冲上鼻腔，眼泪瞬间决堤，怎么都止不住。莹莹，怎么了？这是受什么委屈了？快跟妈妈说。谁欺负你了？告诉爸。没事，就是工作太累了，想你们了。要真的遇到什么事，一定要说，爸妈是你最坚强的后盾，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，听见没？我真没事，就是给你们报了个豪华旅行团，你们就安心出去玩半个月，散散心。我爸本来坚决不同意的，但听说我已经交了10万块钱，而且退不了了，他心疼坏了，只能陪着我妈一起去了。然而，就在我陪他们刚走到小区楼下时，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原来这一世婆婆不仅在网上散播，更是直接闹到了我爸妈住的小区。此刻她带着2个长舌妇亲戚在小区花园里，逢人便说：哎呦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就住这栋楼的那个林建国，看着人模狗样的，其实在外面有小老婆呢。我妈正气得浑身发抖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我爸想跟她理论，却被她带来的亲戚推搡。怎么敢做不敢当啊？你们干什么？婆婆却指着我的鼻子，用整个小区都能听到的声音吼道：要不怎么说上梁不正下梁歪？他家女儿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3年都生不出孩子，现在还要跟我儿子离婚，就是心里有鬼。周围的邻居们纷纷围拢过来，指指点点。真的假的？老林看着不像这种人了。怪不得要离婚呢，原来是家里不干净。我妈被邻居们的议论声气得几乎晕厥，全靠我扶着。我爸被那2个亲戚拦着，双眼通红，却百口莫辩。我攥紧拳头，几乎要不管不顾地冲上去撕烂他那张恶毒的嘴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尖锐地响了起来，来电显示是公公的电话。刚进门，公公便沉着脸，用他惯有的居高临下的语气训斥我：小云，不是我说你，婚姻是结两性之好，不是小孩子过家家，你也是受过教育的人，怎么如此任性？爸，这个家谁都能说话，就您恐怕最没资格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好歹是你的长辈，是你公公，我这些年对你，对你们那家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吧？老陆，你跟他说这些干什么？他那种小门小户出来的，懂什么体面？我气得浑身发抖。就在这时，婆婆的老闺蜜张姨突然从公婆房间走出来。小云，有话好好说，别气着你婆婆。婆婆立刻走上前，亲热地挽着张姨的胳膊。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，有点小事就闹得鸡飞狗跳，跟她那个下流爹一个德行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差点笑出声来。等她知道自己老公出轨了老闺蜜时，不知道还会不会这么拉着她的手了。张姨，这是我们家的家事，不劳您操心了。
这话一出，张委屈地看向一旁的公公，公公立刻会意，站起来厉声呵斥我维护他。放肆！张姨是你长辈，你这父尖酸刻薄的样子，哪有一点我们陆家媳妇的涵养？赶紧给我道歉！听到这话，一直站在角落里的丈夫陆晨终于开口出声了。林润，爸妈和张姨都是为你好，你就少说2句吧。我心里的火蹭地冒了起来。每一次都是这样，无论对错，他永远站在他父母那边。离，这婚必须离，跟你们家多待1天，我都觉得恶心。隔天一早，我被客厅的喧嚣声吵醒，婆婆坐在正中间位置，旁边围着几个平时爱搬弄是非的远方亲戚。既然要离婚，那我们就把账算清楚。首先，彩礼钱你必须1分不少的退回来。原来搞这么大的阵势是想让我把3万块的彩礼钱退了。我目光直接掠过她，看向躲在人群后面的丈夫。陆晨，你没跟你爸妈说，那3万块钱早在结婚第2天就被你拿去充游戏卡了。陆晨死死低着头，恨不得把脑袋脖子里，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可婆婆却好像没听到似的。你一个不下蛋的母鸡，也就我们陆家当初心善才收留你，换别人家早把你扫地出门了。像你这种小门小户出来的，能给3万彩礼已经是看得起你了，别给脸不要脸。随后他又施舍般的朝我摆摆手。行了，我也不让你净身出户了，你们名下的财产按照2/8分，我儿子拿80%。听到这话，我当即气笑了。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这么理直气壮不要脸的。我们名下那点存款几乎都是我挣的。你挣的？你吃我家的，住我家的，你挣的钱那也是我陆家的钱。还有，那你婚前买的那套小公寓，我儿子也出了力，要么加上他名字，要么按照折价补偿1半。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那是我爸妈全款给我买的婚前财产。婚前财产怎么了？你霸占我儿子3年，耽误他传宗接代，这损失怎么算？你那套破房子就是全赔给我们陆家都是应该的。我气得脑袋嗡嗡作响，几乎要失控，但想到上一世的结果，我死死掐住掌心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还有呢，你一次说完吧。还有结婚时给你买的3金也必须退回来，不退也行，得按现在的金价折现赔给我。那寒酸的3金总克重不到10克，他竟还有脸提？行啊，既然要退，东西总得拿出来验验吧。妈，您当初给我的3金，我现在就还给您，咱们当场过秤，按市价算。我说完转身回房，从抽屉最底层拿出那个几乎没戴过的首饰盒。婆婆脸色微变，眼神闪烁，我当众打开盒子递到她面前，只听啪嗒一声，搭扣竟断了，露出里面灰白色的劣质金属。哎呦，这哪是金子，这是银的镀了1层色啊！婆婆脸上红白交错，却立刻梗着脖子抢辩：放屁，这肯定是你自己不小心弄坏的，想来赖我。像你这种穷酸人家，能给点金器已经是我们陆家大气了，你还想挑3拣4，假金戴你身上都是抬举你。我看着她死鸭子嘴硬的丑态，不再纠缠金子，反而话锋一转，环顾四周。妈，跟我清算这么大的事情，我爸作为一家之主，不在场主持公道，不合适吧？你管他干什么？他忙正事呢，没空管你这点破事。也是，我爸今天可是有件天大的正事要办呢。你什么意思？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闺蜜发来的消息。云云，确认了，你公公真的在君临天下售楼处 VIP 室跟那个张姨在一起，好像要刷卡签合同了。机会终于来了。我脸上换上惊慌失措的表情，然后当着所有亲戚的面拿起手机假装接电话，声音颤抖带着哭腔。你再说一遍，你说你看到我爸他带着个女人在君临天下售楼处买房。什么？好啊，林建国这个老不死的终于现原形了，我就说他不是个好东西，大家都跟我走去售楼处堵他，看他们林家还有什么脸见人。他一边喊一边手忙脚乱地招呼屋子里的亲戚，一群人风风火火地往外冲。我冷眼看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，不紧不慢地跟上。我掐准时间，几乎和婆婆差不多时间到达了售楼处的大堂。在哪儿？婆婆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，顿时激动起来，老远就开始扯着嗓子喊：哎呦，大家快来看啊，这里有老不死的背着老婆和别人偷偷买房呢，你个不要脸，让你勾搭别人家老公。可下一秒她才发现来买房子的竟然是她的亲老公和亲闺蜜。怎么是你们？看清来人是婆婆后，公公本能地抬起手臂遮住自己的脸，另一只手慌乱地抓着张姨就准备开溜。爸，还真是您啊，您不是说今天工地有事吗？怎么会在这？事情忙完了，过来转转。我点点头，随即目光一转，看似困惑地落在公公抓住张姨的手上。咦，张姨您怎么也在这啊？还是跟我爸一起？您这是也要买房子？张春芳，你个挨千刀的，枉我拿你当亲姐妹，你竟然敢勾搭我男人！婆婆发出一声怒吼，朝对方扑了过去。她用尽全身力气，狠狠扇耳了对方几耳光。强哥，救我！公公见状，又气又急，脸上青红交错，也顾不得脸面了。王兰信，你疯了吗？
快放开他！他一个箭步上前，抓住婆婆的手臂，狠狠一扯，随即用力一推。哎呦，陆文强，你为了这个2+1敢打我！说完，他立刻朝周围的亲友们喊道：“大家都看到了，陆文强为了这个不要脸的，居然动手打我！”而原本是来帮他助威抓我爸出轨的亲戚们，彻底傻眼了，面面相觑。那个嫂子，我家灶台上还炖着汤，先走了。对，我孙子马上放学了，我得去接了。就是，这是你们家事，我们就不掺和了。众人纷纷找借口离开，婆婆一个人瘫在地上，哀嚎不已。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！妈，您没事吧？我给陆晨打电话了，他应该马上就来了。什么？谁让你叫他来的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你让我儿子来看他老子笑话是不是？他现在知道丢人了。当初他造谣我爸出轨，当人来捉奸的时候，怎么不想着我会丢人？我偏要让陆晨亲眼看看他当初维护的张姨是怎么背叛他妈的。陆晨很快就来了，他一眼就看到婆婆瘫坐在地，神情哀戚。爸妈，张毅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陆晨，你来了就好了。刚才有人给我打电话，说看到爸搂着个女人在售楼处买房，我和妈担心坏了，赶紧过来看看，没想到竟然是爸给张姨买房。我声音越说越低，恰到好处的留下了无尽的想象空间。爸，你要给张毅买房？为什么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瘫在地上的婆婆像是终于找到了主心骨一样，立刻哭嚎着接话：还能为什么啊？你爸他在外面找人了，就是这个不要脸的张春芳，他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。他说完，恶狠狠地刮了一眼张姨，对方心虚地避开眼神对视。至此，陆晨彻底明白了，一股被羞辱的怒火猛地窜上心头，嘴唇哆嗦着，最终挤出一句：所以不是凌云他爸出轨，搞了半天，出轨的人是我爸。全场瞬间陷入死一般的沉寂。啊，我以为你们早知道了呢。林云，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你早就知道这对男女的丑事，你是故意的，你故意设下这个套，就是等着今天来看我的笑话，来看我们陆家的笑话。对啊，你现在才知道啊，可惜太晚了。林云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我们陆家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么害我们？我安的什么心？一个用夫妻共同财产给3买房的人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质问我安的心？公公被我噎得哑口无言。见状，一旁的张姨却早已不耐烦到了极点，她当着婆婆的面去扯着公公的衣。强哥，跟这些人还有什么好啰嗦的？这房子你到底还买不买了？买什么买？那钱是给我儿子的。他猛地从地上爬起来，也顾不得浑身疼痛，再次扑向张春芳，一把揪她的头发。你这个不要脸的，休想动我们陆家1分钱！两人很快再次厮打成一团。够了！林文强，在儿子面前你还想打我？只要你跟我回去，这件事情我还可以既往不咎。尽管婆婆又一次给了公公机会，但在真爱和脸面之间，她显然选择了前者。王兰心，我告诉你，家里的钱大部分都是老子辛辛苦苦挣来的，老子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还轮不到你来做主。这房子我今天还就买定了。爸，家里的钱虽然是你挣的，可你也不能给外人花啊。你想想陆丽，她还没结婚，正是用钱的时候。对呀，文强，你就算不为我想，也得为小儿子想想啊。陆丽还没成家，你这当爹的不能这么糊涂啊！这钱谁也不许动，那是留给你儿子的。强哥这么大年纪了还要管子不成？你给我闭嘴，小心我撕烂你的嘴！看着眼前混乱不堪的一幕，我再也忍不住，转身就要离开这，只是没想到陆晨会追上来。老婆，别碰我！老婆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妈不好，她没弄清楚就下菜意，还连累了你爸。只是你妈有问题吗？我也有很大的问题，我不该不分青红皂白就相信我妈，不该那样说你和你爸。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？不如找个时间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吧。老婆，别，事情现在不都清楚了吗？是我爸对不起这个家，是我们家对不起你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别离婚好不好？以后我一定站在你这边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不行，陆晨，有些伤害造成了就是造成了，从你一次次选择站在你父母那边指责我开始，从你默认你妈对我极尽羞辱开始，我们之间就完了。这个家让我觉得恶心。我不再看他瞬间灰败的脸色，决绝地转身离开。陆家的崩塌才刚刚开始。他们家闹了很长一段时间后，婆婆为了2个儿子，不得不含泪同意离婚，但前提条件是要求公公净身出户。为了获得自由，公公满口答应。当晚他就干脆利落地收拾了行李，堂而皇之地与张春芳同居了。不过原来公公还算个小包工头，手上有点闲钱，可净身出户后，他整天在家里跟张春芳鬼混，根本没有出去赚钱。当他再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满足张春芳对物质的要求时，矛盾爆发了。张春芳直接将公公的行李扔出了门外，狠狠地告诉他，没钱就滚蛋，别在这里碍眼。婆婆在经历了这件事情后，心也彻底凉了。当公公厚着脸皮回来敲门时，婆婆隔着门板骂他，坚决不让他进门。陆晨单独给公公租了一个破旧的小单间里。一次偶然，公公在街上竟然看到张春芳亲热地挽着另一个男人走进了高档商场，他冲上去理论，却被张春芳的新欢一把推开，还被奚落。
穷鬼就别来这种地方了。陆文强，你以为你算什么？我跟你不过是玩玩而已。极度的愤怒和屈辱让公公失去了理智，他急需一笔钱，他想要东山再起，想要报复那个女人。他想到了之前干活被拖欠的一笔工钱，走投无路的他竟然在一个深夜撬开了对方办公室的门锁，在里面翻箱倒柜，找到了几千块现金。可正当他拿着钱，红着眼眶准备去找张春芳算账时，被巡逻的保安抓了个正着。尽管他百般辩解是拿自己的工钱，但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。很快，公公被判刑的消息传了回来，陆晨挪用了自己结婚的钱帮公公打点。陆晨原本还算体面的工作岌岌可危，婆婆变得沉默寡言，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就是一整天。半个月后，我爸妈旅行回来了。这也太惨了，小云。虽然他们之前对不住你，但现在尤其是陆晨那孩子，看着也挺难的。你看看能不能帮衬一下？妈，怎么帮？这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种下的因，结出的果，都是他自作自受。还有我婆婆，她当初造谣污蔑你和我爸的时候，可曾有过一丝善良？陆晨在他家人一次次伤害我的时候，可曾站出来维护过我一次？他们这是恶有恶报，我们现在去帮忙，不是善良，是愚蠢。爸妈看着我坚定而清醒的眼神，最终叹了口气。唯一值得高兴的是，我和陆晨的离婚手续办得异常顺利。后来，我将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中，很快得到了上司的赏识。我接收的项目做得风生水起，半年内职位和薪水都提升了不少。周末不是陪伴父母，就是和闺蜜好友约着小聚。1年后，我在一次集体活动中遇到了真正尊重我、欣赏我的伴侣，我们最终步入婚姻的殿堂。后来还有了1儿1女，步入了幸福的生活。